泰坦龙，方舟里体型最大的草食性生物，体型最大的恐龙，看上去像是一座行走的山脉。方舟里野生泰坦龙十分的罕见，而由于它们有着庞大的体型，我们还是很容易的发现泰坦龙，特别是这种情况，相信大部分人都见过吧。说起泰坦龙，我们不得不纠正一下，那些没有体验过 PC 版方舟的玩家，在官方服务器驯服泰坦龙是不可进食的。那各位小伙伴是否知道，在正常的食物消耗速度情况下，泰坦龙现有的食物维持的时间是多久呢？给大家10秒的时间发在弹幕上。正确答案：泰坦龙现有的食物维持时间是7至10天左右的样子，具体多久我也没有去细算，反正不是大家说的半小时和半天。不过呢，在私服或者单机里面有一个泰坦龙进食的选项，私服得有辅助设置，单机的话自己在通用设置里面勾选这个选项。那么现在各位小伙伴是不是有一种毛孔对开的感觉啊？驯服泰坦龙一点儿也不简单，不是门槛等级要求就是100级，因为打晕泰坦龙要给他们装上鞍才算驯服。泰坦龙鞍100级才能学习制作，光是达到100级还不行，你还得需要干出泰坦龙鞍的材料，4000金属锭1600的水泥。做到这一步还不行，你还需要准备驯服泰坦龙的武器。普通的麻醉是对泰坦龙没有任何作用的，我们必须使用火箭筒、火炮加龙炮打中泰坦龙的头部，才能长固定的眩晕值。1级的泰坦龙有25000的眩晕值，5级的有30000的眩晕值。野生泰坦龙最高5级。这里特别说一下，泰坦龙是能够对金属建筑和泰克建筑造成范围伤害的，想要在地面困住泰坦龙驯服是不太现实。不过骑着风神在空中击中泰坦龙，它就不会攻击建筑。但是泰坦龙有一个 bug， 在被地形卡住或者其他物体卡住在原地不动的情况是不会长眩晕值的，所以我们并不能困住泰坦龙。还有就是泰坦龙的眩晕下降速度非常的快，如果是单人驯泰坦，火箭筒是行不通的。火箭筒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你得先算材料，一发火箭弹可以长135的眩晕，这种眩晕最多20秒就掉没了，你得在20秒之内击中下一发火箭弹，否则就是白打。就算你10秒钟中一发火箭弹，一支1级的泰坦龙25000的眩晕，需要命中368发的火箭弹，也不可能100发100中，算上没有打中的，一共需要准备500发左右的火箭弹。一支火箭筒可以发出20发火箭弹，最终你得准备25支火箭筒，500颗火箭弹。这么多的炮弹，你还得考虑负重的问题。还有泰坦龙眩晕涨到3/4的时候开始被动逃跑，这就会让火箭筒的命中率变得更低，所以火箭筒几乎很难驯服一只泰坦龙，除非是改了火箭筒的攻击数据。既然都改数据了，那为何不直接代码强训呢？好了，现在说一下火炮。火炮必须配一支有平弹、高负重、高耐力的风神翼龙，一发火炮击中泰坦的头部长725的眩晕，每次击中泰坦龙它就会跑一小会儿，等泰坦龙平静下来。你的火炮，这样火炮就会掉耐久，所以我们得提前准备3至5台火炮，100至150发的炮弹。单人驯服需要将火炮放到风神驾驶位的旁边，横着、竖着、斜着都可以，不过竖着容易打到风神的头部。我们先放好炮弹，飞到泰坦龙的头边，不用犹豫，直接开炮。第一次可能打不准，没关系，多打几次就能找到那种感觉了。重复之前的动作，不对，步骤，就可以成功的驯服一只泰坦龙。火炮驯泰坦龙过程很漫长，花上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要提前准备好食物和水，驯服过程中一旦开始就得坚持到底，因为泰坦龙的眩晕下降很快，中途弹药不够，那只能从头开始。但运气好也会遇到泰坦龙眩晕不下降的情况，估计也是 bug 吧。最后说一下灭绝 DOC 里的机甲，我们可以给机甲装上重炮模块，然后就可以使用加农炮。加农炮打中泰坦的头部可以加5到6千左右的眩晕，只需要命中几发就能驯起来。驯服泰坦龙速度是最快的，但也不是没有缺点。缺点就是容易击杀泰坦龙，尤其是在这种地势不平坦的情况下，泰坦龙在3/4眩晕开始就会被动逃跑，几乎很难击中泰坦龙的头部，因为加农炮的伤害很高，爆炸范围又很大，就很容易让泰坦龙直接嗝屁。说了这么多，重点来了，驯服的泰坦龙不能进行加点，泰坦龙属性固定，与等级高低没有任何关系。一只150万级和一只1级的泰坦龙，除了眩晕，其他属性都是固定的。由于官方服务器里的泰坦龙不能进食，据说15号完就会变回野生的泰坦龙，所以玩官服的小伙伴就别在泰坦龙上大神摸别墅了。不过泰坦龙拥有5万的负重，可以用来干1周的铁，还是可以的。
其实泰坦龙在 PVE 里的作用真心不大，战斗方面最大的作用估计就只能用来击杀单据来获取战利品，前提是还得给泰坦龙掐飞龙来。泰坦龙主要作用还是 PVP 拆家，但是驯服过程也极有可能出现敌人来骚扰的情况。单机的小伙伴呢，那办法就很多了，小破站或者油管都有很多泰坦龙平台建筑教程。悄悄的告诉各位，泰坦龙不用攻击，光是走路就能踩扁所有的中小生物，它的走路的踏阶伤害一脚900，是不是比你家霸王龙追咬的伤害都高好几倍？只是肯定有很多的小伙伴会很好奇，家养的泰坦龙到底能不能打败野生蓝巨？答案是可以，前提得喝飞龙奶。注意，前几天的一次更新让家养的生物不能再使用刺激解药了，所以我们得用飞龙奶代替刺激解药来抵御流血 buff。好了，总结一下，一只拥有30多万血量，一球有1000多伤害的泰坦龙是非常的强大的，并且还有着5万的负重，运铁神器有没有？但是缺点也很明显，花费了超多的精力和材料训来的泰坦龙只能存活不到10天的时间。不过各位喜欢泰坦龙的小伙伴还是可以尝试训一只来展示一下真正的实力和干度。应该有小伙伴看过我之前的直播，在 M1 服务器训泰坦龙。nice， 到了吗？到了，直接给他放安吧。晕了，这搞了几个小时了。放安去，大家准备骑这个家伙啊！风声不响了。当时是200采集，我们也是成功训了一只。训完过后，除了用来运铁，就是停在家里当吉祥物。